进去。保险箱，打开。把枪放下！你放弃吧，你是不会成功的。今天既然来了，我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任鸿燊开枪，我命令你开枪打死他！你给我闭嘴！闭嘴！他们想毁了密码本，让情报彻底消失。情报我是绝对不可能留给你的。枪，不用管我，开枪啊！谁也不能阻止我们！镇长，你没事吧？一堆废物！就算全站的人都撤出去，也不许有这样的纰漏。这个女人怎么进来的？是我的失职，站长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密码本被这个女人炸了，咱们全站上下都吃不了兜着走。站长，喝口水。你放那儿吧。你今天不是去银行了吗？我觉得事情不太对，就回来了。哪里不对？凌寒他是一个聪明的疯子，到了最后一刻，他很可能会剑走偏锋，干出一些疯狂的事来。我不相信他，也不相信巧合。季科长在银行附近看见米兰，很可能是人为安排的。所以真正的目标是占领。对，真没有想到，他们居然有本事把米兰藏在送测向仪的车上。凌寒活着的时候是局座跟前的红人，动一些手脚不是办不到。他们今天到站里来销毁密码本，那就说明银行那边是安全的。文一鸣呢？他去哪儿了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喂，什么？文彦明受伤了？处长，找到他们藏电台的地方了，可惜电台已经被转移了。这人都跑了，电台还能留下？接着搜。是。好像是火药。哎，放大镜。还真是火药。你把这2件衣服拿回站里，不要乱抖。是。处长，许招娣的公公给您带来了。好。长官，我是个良民啊，我儿媳妇的事儿，
我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啊。徐招娣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他说，好像今天要去一个远房表妹家吃喜酒，就让我过来盯一盯。他回来的这段时间，有没有跟什么人接触过，或者有什么人来找过他吗？好像是没有啊。谁住在这儿？那是刚来的伙计。刚来的？对，以前那个伙计啊，他偷东西被我发现了，就把他给辞了。这伙计啊，来了没几天，倒是挺勤快的。那人呢？我这也不知道啊。来，你。老人家，可能需要你去趟我们站里，跟我们说一下这新来的伙计长什么样子。长官啊，我知道的都说了，我是个良民呐。老人家，您别紧张啊，我们只是想知道你这个新伙计长什么样，您只需要告诉我们跟清楚的表述，我们就把您送回来。真的？我保证。好，你多找几个人，把所有见过这个伙计的都带回站里，让画像师画一张清楚的画像。是，您跟我过来。好。宋风呢？他任务是什么？现在在哪儿？你要知道，你说的越多，活命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啊，我耐心有限。说。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处长，画像出来了。没错，是他。奇怪，他身上怎么这么多火药？云鸿深非常懊恼，他不但没能活捉到米兰，还导致了文业明的受伤。他和昆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，完败。云鸿深的心里直发寒。他眼前的这个人，太善于刺中别人的软肋，也太精于算计人心。他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是致命的杀招。而且他没有感情，哪怕是他带在身边10年的文业明，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。他就像是一部精密而没有弱点的杀人机器。这样的对手，光是想想，就让人心生恐惧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子弹取出来了，伤口也已经缝合好了。他最好静养一段时间，不要剧烈运动，否则影响伤口愈合不好，以后会影响左手的灵活性。好，谢谢您。叶明，站长，那个叫许招娣的女人招了，可副站长还没有审完，她就蹊跷流血死了。
你在这看着，我先回去。对不起，是我估算失误。我以为银行那边没有危险，都是我把你给害了。我们两个的初衷都是让对方不要身陷险境。我现在也算是求人得人了。都怪我。废话真多，吵得我脑仁疼。好，不说了。站长，您过来看。他是3氧化二砷中的毒，他的假发和他用来易容的化妆品里面掺入了大量的砒霜。在用刑之前，砒霜只是通过他的皮肤渗透进他的身体，它是缓慢的扩散，不至于马上死。但是用刑过后，他开始流血，并且泼了水以后，残留的砒霜吃进了他的嘴里，没过多久就死了。林寒那个王八蛋，阴魂不散呐！人死了都给我添堵。那测像仪我判了多久？我光是打报告申请就好几次，到处托关系找人。哎，这好不容易要来了，他给我塞进去一个米兰，缺德冒烟了。你想什么呢？你说话呀！站长，站长。副站长，坐。开始吧。来，许招娣已经交代了，他就是那个先生。今天这个行动的代号是玉碎，凌寒事先安排，由米兰监督执行完成。今天凌晨出现的那个可疑电波，确实是他的电台发出的，目的就是向上级做最后的汇报。最后的汇报是什么意思？许招娣他们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。同归于尽，哼，可笑啊！死都不怕，还怕大刑伺候？站长，这我不知道，有可能人都是这样，死在敌人的枪下可能会心甘情愿，但是死在自己人的枪下，可能满是怨气。既然没死的话，他想继续活着。他怎么死的？中毒，应该是同伙下的毒，他不知道。如果他能再坚持下去的话，我们就能知道宗方的下落和任务。宗方的任务，宗方想说什么就说。哦，站长，是这样的，这是今天和许招娣一起去银行执行任务的日谍，也就是他店里新招的伙计。这是我在他住的地方，也就是许招娣布店的仓库找到的2件换下来的还没来得及洗的衣服。这是他尸体的局部照片，头发、耳朵还有他的指甲。这是他今天穿的鞋，他的衣服、鞋、头发、耳朵还有指甲都有一些炸药粉末。我又去查看了别的日谍的尸体和衣服，都没有这种情况，只有他是个例外。例外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应该和宗方的这个任务有关系，因为他只有接触了大量火药才会有这种情况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接触大量的火药呢？而且这些火药的用途又是什么？查下去，把寻找宗方的事情一并查下去。好。各位，今天早上司令长官打电话催我，让我尽快的找到密钥。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早一点找到密钥，在战场上的战士就可以少牺牲一点。时间紧迫，形势不容乐观。是。那站长要不要把云鸿生给叫回来啊？这种情况下，可由不得他儿女情长啊。再给他点时间吧。下午上班之前没回来的话，你过去把他叫回来。是。我觉得林寒对文彦明不是真心的，他为了搞到密码本，对他痛下杀手，这哪是喜欢呢？一点情面都不留。倒是云鸿生这小子，对文彦明一片真心，
他一听文一鸣出事了，这连工作的心情都没有了。看来啊，这真喜欢和假喜欢就是不一样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我这没有了。我也没有了。走吧。是。来，喝口水。不喝了？嗯。好。没想到你还挺细心，挺会照顾人的，跟你都不像了。给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养伤，好不好？这里不安全吗？医院里面人来人往的，不利于养伤。我给你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答应我。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说话呀！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以后再说吧。现在就说，我受得住。没有，真的没什么。现在说话安全吗？安全。这个房间里没有窃听器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瞒着我什么事儿？不要找借口，我要听实话。那咱们就说好了，无论你听到什么，都不要生气，不能着急上火，好吗？我尽量。我看过昆吾的家书，他在日本有妻子儿女。然后呢？林寒喜欢你，这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想说，他喜欢我，跟他在日本有妻子、有儿女，是有冲突的？所以，他有可能不是昆吾，对吗？对。如果他不是昆吾，那最有可能是的人，就是我知道你不会无端的胡乱猜测，你肯定有你的原因。是什么？我通过一个可靠途径得知，林寒不是日本人。什么可靠的途径？杨子明吗？你们的组织通过他告诉你的？今天真是个好日子。我爱的人在我面前亲口承认了他是共产党，然后告诉我，我视如兄长，还有恩师的那个人是昆吾，是我的敌人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让那颗子弹直接打中我的心脏，一了百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他不可能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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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可
你冷静一点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他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他救了我，他供我读书，带我入行，他教我怎么做一名合格的特工。你现在让我怀疑他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我当然做不到。我明白你做不到，我明白。如果现在有个人跑过来告诉我，我的父亲是一个汉奸，我也不会接受的，我甚至不会去相信，对不对？我明白。可你看着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看着我，我们再无法接受，我们也应该面对现实，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城市和无数条无辜的生命。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还是中国人。在1个月不到的时间里，我失去了2位至亲的人。我知道失去在乎的人是什么样的滋味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所有的痛苦都让我一个人去承担。可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奢望。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我走了，晚上再来看你。地震科的秦科长说，这些东西是一种治疗湿疹的药膏留下来的。这些药膏凝固的时间还不是很长，应该是近期粘上去的。那这种药膏每家店都有吗？不是，只有几家大药店才有的卖。那他应该不是买的，应该是偷的。你去查一下近期大药店有没有丢药品，而且他为了掩人耳目，肯定还偷一些别的药。但是这些药都不值钱，不值得报警。这些药里面应该还有棉球、碘酒什么的，你去看一下。是。宗芳啊，宗芳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进来，坐。怎么样了他？好多了，就是精神不太好，可能是最近太紧张了。这个孩子今年真是多灾多难，有的时候我都想去庙里给他烧烧香、拜拜佛。你还信这个？像我们这种人啊，双手上沾满了鲜血，说是烧香拜佛，也就是图个心理安慰罢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许招娣现在虽然招了，但是他不知道宗芳的下落，也不知道林寒的计划。我们派出去的人也没有找到宗芳的下落。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我现在完全没有头绪。你可答应过我，3天之内把密钥给我找到，但是现在都已经过去1半的时间了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我现在确实想不出宗芳藏在哪儿，还有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。你不是很擅长去推理吗？我以为我已经很了解凌寒了，可我现在才发现，其实并没有。他安排人狙杀文彦明，这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所以我现在有些混乱，不敢轻易的去推断。你再想一想，好好的想一想。站长，我想听听您的意见。我的意见很简单，凌寒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，他今天不择手段的做的这些，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
他人已经死了，还能怎么不择手段？而且他最得力的助手米兰也死了，现在就剩下宗方一个。您的意思是，他有可能给宗方安排了更疯狂的任务，孤注一掷也要拿到密码本？你这不是可以推理吗？这就是推断，这就是推论啊！难道你连这些都忘了吗？袁洪深，我想告诉你，你身为一名特工，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任务，而且更不能慌张。如果你自乱阵脚的话，伤害的不是你自己，而是很多人。我知道今天这件事对你打击很大，我真的希望你自己快点振作起来，要不然文彦明的罪不就白受了吗？啊？有那么一瞬间，云洪深也希望组织上得到的情报是不准确的，他希望凌寒就是昆吾，而眼前这位宽容与严厉并存的长者，真的只是一个值得文彦明尊敬和追随的军统战长而已。可云洪深心里也很清楚，这终归只是一个幻想而已。对不起，站长，我刚才在想事情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凌寒会怎么孤注一掷？想明白了吗？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。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，他一定是不择手段，走向极端。哎，说什么？站长，我知道宗方的任务是什么了，他要搞一次大规模的爆炸。这2天，郊外的矿场还有城西的烟花爆竹厂先后丢失了炸药，大概有20公斤。另外就是黑市也有人买炸药和雷管，但是这个不太好统计。我觉得宗方手上保守估计有30公斤的炸药。把站外所有特工都给我调回来！现在全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些雷管，还有炸药，还有宗方。这次任务你来负责，你去配合他。是，是。去啊！哎，好。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爆炸，应该是柯敬平用来逼迫自己尽快找到密钥的一个激进手段。如果他不去找，那这次爆炸就一定会发生，到时候就会殃及无数个无辜者的性命。可如果他去找，并且找到了，那就意味着情报将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薛岳的手上。宗方会藏着什么？要想证实这是一份假情报，就必须要先证明柯敬平才是昆吾。可棘手的是，云洪深手上没有任何的证据。我怎么那么不信？宗方现在被我们通缉，行动呢是很不方便的，所以他制作炸弹和存放炸药的地方不会离市区太远，应该会离他下手的目标很近。他搞了那么多的炸药，应该不是想炸掉军统，我估计，他是想在这个城里引起大家恐慌，想把长沙的局势给搞乱了。而他最主要的下手目标，应该是银行、学校、医院、政府部门等等，而这些就是你们最主要的搜查方向。至于宗方，你们以找到他最后一件衣物的地方为中心展开排查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目击者，或者一些什么公交车、黄包车。龚处长，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啊？就这些了，没别的了？目前就这些了。不是，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想宗方会藏在什么地方？那结果呢？你没想出头绪啊？没有。唉，不过宗方暴露了这么久，我们一直都找不到他，这说明他非常的会藏。但是，周副站长已经让陈东平去查药店了。这样，我们等他回来，说不定会查到一些更有利的线索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等？也不能这么说，咱们兵分2路，一方面呢，是让他们去找，如果找到了炸弹的线索，或者是宗方的线索，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而另一方面呢，咱们继续在这里汇总信息，
说不定咱们还能分析出来一些指向性比较强的线索。新鲜了，我还是头一回听你这么说。听着很敞亮，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。看来你的状态还真是不怎么好。行了，那就按照云组长安排的去做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的！是。去吧。那公主，我急着上厕所，我就先走了。那赶紧去吧，别憋出什么病了啊！怪不得站长让我来负责这次行动，这小子不对劲儿，没思路。我怎么觉得你对这次的行动不积极？刘成，组长，过来，什么事？组长，什么事儿啊？进来说啊。你待会儿找机会留下来，盯紧陈同平那边的情况。他要是一回站里，你立马就通知我。什么？哦，明白了。处长，哟，你俩是在这儿说悄悄话呢？我知道，你是在给他开小灶，点拨他呢。哎呦，你这做长官的可不能这么偏心啊！刘超，跟我说说，你刚才都明白什么了？我可没有点拨他。本来呢，有个小事情想找他帮忙，哎，算了吧，先去工作吧。那我就先出去了。处长，我先走了。那处长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也先走了。少抽点。帮个小忙躲到这里鬼鬼祟祟的。哟，打电话呢？哎，要不你先打，我没事，我等会儿再过。我是想让档案室的人把许招娣的审讯记录拿过来。既然您都来了，我跟您请教也是一样的。来，您请坐，我给您倒杯茶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电话响2声就挂断，是云鸿深与云鸿奇事先约定的暗号，意思是让云鸿奇到军统附近的茶楼等他。现在宗方还不能抓，他必须要破坏掉柯敬平的设计。处长，请喝茶。哎，谢谢。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路过来坐坐。咱俩现在不是搭档了吗？所以要多联络感情，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。还是您想的比较周全。哇，这茶可真香啊！真不愧为大世家的贵公子，这太讲究了。茶没有，花生，这是从家里随便拿过来的。您要是喜欢的话，回头我拿一些给您送过去。哎，不，我就随便说说，我哪能要你的东西？不行！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。好东西就应该送给懂它的人。哎呦，您看，您是品茶的行家，茶到了您手里才不算是辱没它。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他太会说话了，不愧是名震上海滩的云家二少爷。处长，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。哎，我听站长说许招娣招了，他都招些什么？哎，别提了，他就说上午米兰的那个任务代号叫玉碎，然后就死了。其实他说的都是些废话，一个有用的字儿都没有。那他是怎么死的？砒霜中毒，应该是米兰之前做的手脚，就没想让他活。哎，您不是去他家里搜查过了吗？那除了火药的事，就没有其他的发现？没有，全都撤走了。哎呦，这茶真不错哎，挺贵的吧？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多喝点，还可以。哎呀，真不错。此时云鸿深已经非常确定，宫世仪对自己起了疑心，他在监视自己。在这种紧密的监视下，想把消息传出去，太难了。云组长刚从档案室借了一堆资料，很多也很杂，像什么行动日志、站里的出入登记、通话记录之类的，还有一些审讯记录和政务登记。最奇怪的是，他借了总务处的一本账来看，那上面记的都是办公器材的消耗和汽车加了多少油之类的东西。这些玩意儿他看了有什么用啊？
你懂什么？这种看似不重要的信息抽丝剥茧汇总在一起，才能发现问题。怪不得站长说云鸿深是天生做特工的材料，聪明，思维宽广，关键是该有耐心的时候比谁都有耐心。这要是做起点坏事来，拦都拦不住。去，跟外面的兄弟联系一下，不管找到什么和发现任何线索，都不要告诉云鸿深。是。云鸿深在尽量拼凑凌寒出事前几天的生活工作细节，包括他每天几点钟上下班，去过哪儿，在哪里吃过饭，车加了几次油，买过什么东西，看了哪些资料，等等等等。因为这些细节也是被柯敬平拿来利用的武器。在柯敬平的设计中，宗方制造爆炸引起民众恐慌的行动是由凌寒策划的，而他正在查看的这些细节以后很有可能被挖出来作为证据。可同样的，他也能帮云鸿深破解这个事件当中的很多关键点，比如炸药的藏匿地点、下手的目标等等。他想在找到宗方之前，先把炸药找出来。喂，照片给他看过了吗？好，马上把他带回站里来做份笔录。喂，电信处吗？我是云鸿深。哎，小徐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凌寒办公室这个月内所有的通话，你能不能帮我做个备注？哎，对，就这一个月的，基本就是一些通话内容和机主的姓名啊，对，主要就是这些。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喂，哎，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站长，今天上午在湖南银行狙杀文业明的是宗方。他在撤退的时候，沿路把他行动中穿过的衣服扔在了不同的垃圾箱里。我在他的围巾的不同地方发现了一种相同的药膏，这种药膏是治疗湿疹的药膏，而且这种药只能在几家大的药店找到，他不能买，只能去偷，偷也不能偷一种药，再加上他不能偷太贵的药，以免店主报警。所以有了这几个先决条件的话，就不难找到。就是这家药店，然后上面是他偷走的药。长青药店也算是有点收获啊。站长，我们同样是以宗方扔掉衣服那片区域为坐标，排查了几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路口。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，他向我们证实，有一个疑似宗方的人拎着个大箱子上了黄包车，黄包车车主我们也找到了，他跟我们说，宗方就是在秋水路下的车。站长，这两个地方应该都在宗方的安全距离之内，不会离他的藏身地点很远，也不会很近。这是秋水路的路口，这是长青药店的门口。我们以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为直径画一个圆，这个圆以内的区域就是宗方的安全区。巧的是，这个安全区里有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，就是米兰的家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宗方这30公斤炸药会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爆炸，而且这30公斤炸药的威力不用我多说，你们也都知道。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这样啊，这次的行动由公事一负责，云鸿深执行，具体的行动方案你们两个商量着定。是。
我车吧。看你从医院回来就恍恍惚惚的，被路上走神撞什么东西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开门。处长要不要来一块儿？啊，我不爱吃巧克力，谢谢啊。我呢，这中午没有吃饭，肚子有点饿了。哼，垫吧垫吧。处长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我想上厕所。停车！快去！蓝绿上木屎尿毒。老板，结账。我拾到了这个。去米兰家惊走宗锋。米兰家，快去米兰家。好，他藏在自己家了。在他们家的应该是宗锋。小刀，哎，最快速度，咱们一定得抢到军统的前面。放心吧，长沙的小路我都清楚，我们抄近道。处长，我们可以分成3个行动小组 ，A 组负责进攻，由我来带队 ；B 组和 C 组由您来带队，您看怎么样？不错，很周全，就这么办。前面就快到了，准备行动。别救！救！人走了，大少爷。
快上车！这画怎么放这儿了？是不是墙上钉过什么东西啊？小吕，到。去给我找一张80×50的地图，然后再准备一盒图钉。是，组长。哎，等一会儿，待会儿把这个也拿走啊。是。这里先不要动，维持原样。水还是热的，茶也是刚泡的，他怎么突然就跑了呢？你去找人打听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宗方离开，还有就是怎么离开的。是。云组长，你要的东西拿来了。这些图钉的位置应该就是他们下手的地点，不过我不敢保证我还原的绝对精确，可能还会有一些误差。我有个问题啊，这个地图上再怎么也有10好几个图钉吧，而且这个数字还不是最精确的，就凭宗方一个人，能把这么多地方都给炸了，那也太神了吧！所以我怀疑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文章。林寒在策划这次行动的时候，肯定也能想得到。他们应该没有多少人手，怎么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完成任务？镇长，他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，可是我怎么都想不明白。现在就剩下宗方一个人了，他怎么可能把这么多地方都炸了呢？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？我也不清楚。
但是我在想，宗方一个人要实施这么多起爆炸，他应该不会选择在白天，也不会选择在宵禁的时候，应该会选择在凌晨0点。以现在的时间来计算，现在是下午4点47分，距0点还有7个多小时。所以云鸿生，你要在这7个小时时间之内搞清楚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文章。那宗方不找了？不是不找，是晚一些再找。如果凌寒真的可以让宗方来实施这么多起爆炸的话，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。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，你是要搞清楚凌寒这个所谓的明路是什么。不对啊，他不是应该逼着我马上就把宗方找出来吗？解决爆炸问题的方法，其实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。找到了宗方，就没有人实施爆炸了。反过来，破解了爆炸的方法，也能阻止宗方。所以柯敬平无论给云鸿生下达什么命令，都不会引人怀疑。可柯敬平却让他晚一点再找宗方。这个命令不该是昆吾下的，因为昆吾只想尽快地完成战略欺骗计划，不会再给云鸿生时间去制造变数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不会设计过于复杂的计划。那柯敬平到底是不是昆吾？云鸿生彻底糊涂了。他到底是中了凌寒的圈套，还是又掉入了柯敬平新的阴谋里？他走得特别匆忙，只拿走了最重要的东西，而且他毁掉证据的手段特别粗暴，因此可见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情况，所以必须撤离。可是什么是紧急情况？有人要他命，要他命那个人又是谁？他又怎么知道宗方躲在了米兰的家里？如果不是要他的命，那就是他的行动出现了问题。可是他的同伙都没了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说来说去说了一大堆废话，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我觉得是有人向他通风报信，当然也有可能他提前安装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预警设施，我们一靠近他就能够知道，提前走了。你去查查看吧。是。处长，我觉得这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装纸。我也希望它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装纸。哎，行了，我第一时间就让人把这张纸捡回来了，可宗方还是不好，看来和这张纸没关系。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？那巧克力吃完了，可不就把包装纸扔了吗？这没什么不正常的。那是你，云鸿琛那是大世家教育出来的，能跟你一个素质？是，可无论多高贵的公子，他总得扔垃圾不是？去，滚！是。这些消息太乱太杂了，云鸿琛一时间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们整合到一起，也不知道哪个细节才是他真正需要的。这项工程实在是太巨大，太繁琐了。请进。袁组长已经替你整理完了。这么快？谢谢啊。您客气了。那您先忙，我还有任务先走了。嗯。喂，是资料馆吗？
我是军统行动处的云鸿深，有件事需要跟你们这边了解一下。我们这儿的林处长在半个月之前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？对，他待了多久？都看过一些什么样的资料？哎，好了，那麻烦您了。如果查明白了之后，给我回个电话，我的电话号码是……副站长在忙吗？啊，没有，我也在看那个连寒给宗方指的这条明路。啊，坐。怎么找我有事儿？副站长，当初给季科长提供凌寒出生证明的那个人，你现在还能找得到吗？能找到啊，你找他干嘛？我刚才突然一想，这个人可能会有危险。你是怕凌寒记恨他说出自己的身世，借日本人之手报复他？凌寒死后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足以证明他是个睚眦必报、不讲情面的人。那么大的仇，他自己的手伸不过去，也会借日本人的手出气的。你人心真不坏，真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吧？咱们无用的恻隐之心，可能是个累赘，对咱们来说没什么好处。我明白，可是有时候有些话，我要是不说的话，自己心里就过意不去。有些人的命，咱们可以狠着心去漠视，但是对于他们家人来说，失去他们，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的痛苦。我刚才在翻阅资料的时候，无意中看到了一份发放抚恤金的记录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糊涂蛋，居然给塞到凌寒办公室的通讯记录里去了。我这么一看，确实有点触景生情，就突然想到了这个人。算了，不说这么多了。那副站长您先忙，我就先走了。触景生情，特意找我来就说那么个破事儿。不对，他不可能把他这种私下的情绪带到单位来，他绝对不想让人发现他这一点。他把干花放在一本化学类的书籍里，一定有他的暗示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这里是市资料馆。林处长那天看的资料我都查到了。哎，好嘞，你稍等一下啊。你说。凌寒只是在资料馆里待了1个多小时，他不可能看完所有的资料，大部分资料都是用来掩人耳目的。他真正想看的，应该是这份从西方传过来的研究资料。
东亚人种分析。他当时可能已经发现了柯敬平有问题，想在柯敬平的身上找到一些有别于中国人的特征，所以才去找这种研究性的资料。如果柯敬平想在凌寒去过资料馆这件事情上做文章，那么他想让云鸿深看到的绝对不是这份资料名单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云鸿深。我刚才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你们一下。你们最近有没有丢过什么资料？原来是这样，这个柯敬平未免也太狠毒了。云鸿深这么快就琢磨出来了，这脑袋瓜可以呀。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人物呢？这才刚来没多久，就和咱们平起平坐。哎，可不是嘛！以前但凡站里有大事要开会，只有咱们几个处级的才能参与，现在少了这个云鸿深，好像开不了这个会似的。站长，时间紧迫，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。抓紧。这几个地方聚集着银行、医院、学校、市政府大楼，还有一处百货公司。如果这几个地方发生接力式的爆炸，那这一带等于是全炸了。接力？这又不是传球，现在就剩宗方一个人了，他怎么接力啊？从地下管道进行爆破。半个月之前，林寒去了一趟市资料馆，在里面待了1个多小时，然后就丢了一份长沙的地下管道设计图。我简单的翻了一下，大概明白他想怎么做。宗方应该把那些炸药全都放在了这些地下管道里，每一处存放炸药的地点附近都有一些易燃易爆的固体物质，而每一个小区办公楼下都有个化粪池，只要有明火就很容易形成瓦斯爆炸，爆炸的冲击力会让那些易燃物体燃烧，就会引燃附近的炸药，产生下一轮的爆炸，以此类推，这将会是一个连锁性的爆炸，而制造出这样一个连锁性的爆炸只需要1个人就可以搞定了。他早在半个月前就提前准备了。那这个瓦斯爆炸的地点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应该是伤兵医院，那是米兰工作过的地方，他和宗方都很熟悉那里，以便他们更好的行事。如果那一带地下管道放了那么多的炸药，那这一片等于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，随手扔个烟头，小孩放个鞭炮，只要有明火就很容易引起爆炸，而且宗方很有可能会在今天晚上行动。因为他最后一个安全地点已经被我们找到了，所以站长，我建议马上采取行动。通知搜查小组即刻赶往那边，一定要把好所有的下水管道出入口，还有让警察局的人也过去，维持好现场的秩序。云鸿深，你和龚处长负责这次行动，站里所有的资源全部向你们开放。是，去吧。队长，人到了，封锁各个路口，严格排查过往车辆。收到。分散。这个放后车，把这个放前车，快！哎，处长，我直接去医院，你先去银行那边看看。等你们的炸药都清理完了之后，您再来医院跟我会合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你们都给我看好了，闲杂人等不准靠近。是。今天咱们在医院附近有个大行动，听说宗方想要在附近搞一场连环大爆炸。去和医生打个招呼，让他们把容易引起爆炸的药全都收好了。现在谁在下面？2组的刘超，让他把医院里犄角旮旯的地方全都盯好了。米兰在这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对这里非常的熟悉。这就意味着宗方对这里也不陌生，别让他钻了空子。明白。
路上那么多垃圾箱，你们非得扔在地上，万一引起火灾怎么办？是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去吧。走。唐队长，从现在开始到行动结束之前，路上都不能有明火，尽量让他们在屋里不要出来乱跑。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。把这箱子打开，2个人一组，一个人拿着手电筒，一个人拿着水壶。下去之后，第一时间把地面泼湿，找到炸药之后，留一个人处理现场，务必不能留下隐患。去吧。小黄，你安排一下。放心吧，队长。唐队长，你给我过来一下。哦，2个人一组。对。唐队长，我记得你是长沙本地人吧？啊，是啊，我从出生就没离开过长沙呢。那你对长沙的大街小巷熟悉吗？我要的不是还算了解，是了如指掌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我不敢拍着胸脯说，对长沙的每一条街道、每一个巷子里有什么我都知道，但是我心里有数。这个范围之内，有没有大家平时不太注意，也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地方？那我得好好看一看。就是因为平时大家都不怎么注意，所以也没往脑子里过。虽然我也是个长沙人，不过我离开太久了，很多地方我已经不认识了。这件事情，就只能仰仗你了。宗方最后一个安全地点已经刚刚被我们端了，他为了完成最后的任务，现在临时检查，很可能就藏在这附近了。大家不要随意外出，居民请注意安全。好，我们好好的配合一下。今天晚上，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。他不会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吧？吴秘书不是还没告诉他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跟在你的身边，帮你完成任务。那就好。等你找到之后，去伤兵医院找我。组长，他一定是从后门溜进来的。以我的经验，这夜黑风高的，干坏事的他就没有走正门的，所以后门才是他们最优的选择。你说是不是？所以你干不了真正的坏事，人家往后门一堵就能把你给逮了。袁组长，我想到了，在哪儿？巧了，离这儿不远，出了医院大门，往北200米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。这条街越往西走就越荒凉，街南是一个居民区，可居民区的后墙和这条街中间的地带种了一片树。街北是一片正在重新规划的厂区，还没有开始施工，一到了晚上就黑漆漆的一片，所以那一带给人的感觉总是怪怪的，尤其是到了晚上。这条街上有一个废弃不用的配电室，那个配电室去年死过一个人，死相特别惨，所以那附近的人都觉得那儿很瘆得慌，路过那儿的时候都离得远远的。出了那个事儿以后，配电室就废弃了，说是等工厂施工的时候再把那儿整修一下。那这么说，离这儿还挺近的。袁组长，你的意思是，宗方躲在那儿？
面就是配电室，那个窗户是个百叶窗，透过窗户的缝隙很容易看到我们的情况。如果我们直接过去的话，很容易就暴露了。旁边是个小树林，虽然没那么容易暴露，但是里面杂物太多，如果我们不小心发出声响，一样会暴露。谭队长，带着你的人去后面包抄一下。好，跟我走。走。小心！放了龚处长！给我一辆车，让我走。可以，车就在那边，但是你不能伤了龚处长。这样我们全都找到了。就算你现在逃走，也完不成昆吾交给你的任务了。我相信一句老话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处长，处长，你别动！别动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你编的假身世，可把林寒给害惨了。密钥在哪儿？你找不到。处长，你慢点。处长，他死了。那密钥呢？不可说。要活口，怎么跟你说的？处长，我本来是想打他肩膀的，可是他刚才往前一扑，我才一不小心打到他胸口上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刚才谢谢你啊！都是自己人，别客气。以前没发现你枪法这么好啊！处长，我这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天黑胡乱撸了一下。你们俩把人抬走。处长，您的枪。镇长，宗方和炸药全都找到了，只不过抓捕宗方的时候他被打死了。那密钥？处长，检查完了。这和你还原的差不多，只是漏了几处地方。没事，回头让他们拿着这个地图到那些地方把炸药拆下来就行。你小子行啊！把凌寒的计划猜得几乎分毫不差。这要是不知道，还以为这缺德的主意是你出的。我也是侥幸，你也能想得到的，因为我对这个凌寒有心结，只是多花了一些心思而已。咱们回去吧。哎，别急啊，不去医院看看了，也不急这么一会儿。还是先回去跟镇长汇报情况吧。虽然宗方找到了，可是这密钥在哪儿，现在还是个谜。唉，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站长交代呢。这事儿不怪你，都怪我连累了你。放心，回去解释的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唐队长，谢了啊！哦，没事，处长慢走啊。走。我们当时就是顾虑密钥的下落，都没敢冲他的要害部位开枪。宗方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简直是一副不要命的架势，所以才发生了这个意外。站长，一切都是我失职，我愿意承担全部后果。站长，
不管怎么说吧，你们这次的行动也算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。如果真在行动当中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你们两个也就回不来了。比起你们二位对党国的忠诚，这次失败不算什么。谢谢站长，坐吧。但是话说回来了啊，追查密钥的事情还得抓紧。云鸿深，你有什么看法？目前还没有。不过我相信事在人为，最难熬的时候都已经熬过去了，没理由在即将登顶的时候摔下去。站长，这密钥万一让宗方给毁了呢？你看啊，他从米兰家出来之后，一心想这个连锁爆炸的事情，一定是被逼急了。这气急攻心之下，保不齐就把密钥给毁了。他得不到，别人也别想得到，这不他们一贯思路吗？应该不会。从他挟持龚处长保命这一点来看，他留着密钥就能够让他活命。还有再说回到密钥啊，密钥虽说难找，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头绪。我相信只要发生过的事情，他就一定会留有痕迹。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好好去想一想，我们就能从中捋清楚很多的问题。行吧，今天先这样吧，散会。天大的事情，明天再烦。啊，云鸿深，你稍微等等。你待会儿是要去医院吗？我跟你去吧。叶明啊，是个苦孩子，这么多年不容易，他能够找个终身的依靠呢，我也算是安心。但是我说句实话，我真的不希望他找一个同行。但是我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呢？最终不还都是他的事儿。既然他喜欢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这孩子死心眼儿，别辜负他。说话呀，哑巴了。啊，我只是有点意外。走啊，等什么呢？我还有一些资料要处理，你先过去吧。你呀，你们俩有的时候还真像，一工作起来都不要命了。但是你心里要清楚，他想看见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抓紧点啊！嗯。柯敬平的一系列反应、动作，再次让云鸿深陷入了纠结当中。他看起来对整个事态的进展游刃有余，完全不像是急迫的想要找到密钥、不惜制造连锁爆炸的昆吾。可宗方临死之前对林寒身世事件的反应，又变相证明着组织上给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。你编的假身世可把林寒给害惨了。你要在哪儿？你找不到。看来唯一能证明柯敬平就是昆吾的办法，就是找到图纸上的密室。
是他。这个人简直就是魔鬼，他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棋子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而可怕的是，他不但成功了，还从来没落过下风。